他们在赶尽杀绝小党。当小党不能够发挥的时候，他不一定100%的听大党的话，你就想办法用旗帜减少、消灭小党。民主国家不是就要包容不同的声音吗？这真的是我们要的一个民主。民进党前阵子他组合联权司法减掉党检媒，他的目标就是走向独裁，从专制走到独裁没有基理路的。这个时候就让他回到民主跟自由的体制。当你站不出来了，你也证明不了他不独裁。不是把民进党当神拜，就都中共同人。民进党在台上唱唱跳跳的8、9民进党指控，都叫中共同人。没错，你凭什么有这个指控？从小到大也认为这块土地我们为他要奉献。赖清德疯狂的背后带有强烈的恨意跟杀意，蔡正赖清德就是要整我，而郭正亮傅昆萁只是做证检方立刻说要限制出海出境，还要再加电子脚镣。电子脚镣柜里面性侵犯，连蔡正元都要被挂电子脚镣。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赖清德独裁整的让你整天骂。匈牙利总理奥班如何从民主走向独裁？奥班是欧盟国家，匈牙利欧盟国家很难做到独裁，因为欧盟国家有互相牵制问题。但奥班怎么做的？政府控制媒体，亲政府企业收购。2、限制宪法法院功能，掌控司法。3、成立媒体监督委员会，乱罚钱 ，NCC 啊，大法官啊，绿媒啊。4、减少国会席次，让自己当选更容易。这个立委席次其实是有一点太少。减少国会席次，让自己更容易当选啊！你可能觉得这就是一串文字而已，你可能没感觉。我当时就认为，立法院的席次减半，希望能够更精简，让人数减少以后不用养这么多立委，可以减少一些费用的支出，甚至每一个人可能会留下的更多的是精英。我一开始我是这么认为，结果他说你错了。就很简单，他们在赶尽杀绝小党。你当小党不能够发挥的时候，他不一定100%的听大党的话了嘛，他可能有自己的主见，你就想办法用旗帜减少、消灭小党。这更像是一个独裁国家会做的事情。虽然他是国民两党当时一起合作去完成，用司法单位查反对派，不查执政党，就现在之战发生嘛。6、当了15年总理，欧盟认证选举是独裁政体，他在欧盟里面，欧盟能拿他怎么样吗？其实今天青鸟是一样的，青鸟的本质跟红笔有差别，它更像是纳粹式的，因为他们很强调外配、陆配就是有问题。今天只要不认同民进党的任何一个想法，就都中共同人。如果你只认同民进党70%、80%甚至90%的理念的人，你还是中共同路人呢。因为你今天只要有一个东西想法跟民进党不一样，就都中共同路人嘛。所以阿扁出来讲了2句，就中共同路人；林濁水突然劝了2句，就中共同路人嘛。谢长廷也是出来劝了几句，也是中共同路人啊。那更不要讲吕秀莲，你只要不是把民进党当神拜，100%把他当作偶像在崇拜的人，你就全部都是中共同路人。而且他完全不管你怎么样，中国大陆是禁止入境的，而且是把他列为有问题的人物。只有共谍不是中共同人，因为他是民进党。还有陈昭之啊，反正现在他的逻辑就这样，在台上唱唱跳跳的那人，8、9民进党这些人，或曹兴诚或这些奇奇怪怪的人，他们就莫名其妙在那边唱唱跳跳，然后指控每一个非他族类都叫中共同人。没错，事实上你凭什么有这个指控？我们从小到大都在这块土地上，我们从小到大也认为这块土地我们为他要奉献，要有热情。结果他现在就说你在叛国，其实我们没有叛国，我们一直为了这块土地。叛国的是他们。民主国家不是就要包容不同的声音吗？这不是一个民主最基本的概念。我们现在真的是在走民主的时代吗？那接下来一步一步走向，连国安司法都要修法，数位中介法修了以后，看不到历史歌了。对，中天也要关台了。现在传统媒体几乎控在手上，有线电视更不要讲，下一个网络它还没有控好。那等数位中介法又再推过以后，我们台湾就是完全一言堂，一个自称要维护台湾的言论自由、要自由民主的政党，以这个为标榜的政党，却带台湾走向戒严、走向独裁专制。民进党的很多信徒把他当作偶像在崇拜了，因为他看到民主进步党这几个字，他就开始崇拜，当成神啊。他没有去想别的事情。当他告诉你说他在抗中保台，但是他的所作所为，用一堆亲戚朋友在大陆赚大钱，整天希望台海开战，希望两岸赶快统一，这不就民进党吗？两岸政策跟国际政策都是要非常务实的面对，绝对不是靠大内宣就有用。当你今天蔡英文时代他的政策是尽全力的维持现状，今天的政府就是要破坏这个模糊的概念，他就要硬碰硬。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硬碰硬，我们两边的武力又如果均等的话，有得拼，但是武力的差距是真的有很大一段。今天赖清德他当初得票40%，民进党确实有一个40%的铁板一块，这个是打不破的。可是呢，2300万乘以40%，剩下1000多。你2300万，你要跟11、2亿的人口对战的时候，已经是很辛苦了。然后你又只剩下40%，而且还要乘上投票率，你要怎么跟人家打？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台湾需要的是大团结，不是大罢免。我们2300万人要团结起来，我们才有一点点可能性能够跟他势均力敌的对抗。我们必须要
想尽办法上兵伐谋的概念，去怎么样跟对岸周旋，怎么样自由世界国家怎么拉帮结派，去变成我们的盟友来跟他对抗，而不是像今天这样觉得自己非常的伟大，夜郎自大的要跟中国不惜开战，一直不停的在台湾内部自己一直找敌人。可是他们自己出了共谍，没有人要管啊。他有共谍还引以为傲，民进党的神逻辑已经到非凡人能想象。共谍现在都出现在民进党的各部会、中央部会或者是立法院党团，结果他竟然可以引以为傲说，没有被渗透的才值得被怀疑。然后我们共谍越多，代表越爱台湾。对，所以我们会被渗透，这就是民进党的逻辑，多疯狂，这是神逻辑。赖清德独裁怎能让你整天骂？整天骂的人现在不是都移进去了吗？我们整天骂的人不是现在一直在想办法把我们除掉吗？民主就是真的，你可以去容忍不同的声音。所以我最近要讲的就是，我原本也蛮讨厌陈水扁，但听完他讲这些话以后，他真的是在用他自己的后余的生命。我们就活在这个绝对的权力是绝对的腐败，在一个民主国家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合理。他允许你整天骂，但他也会想办法除掉你。这真的是我们要的一个民主吗？赖清德就是要整我和郭正亮、傅昆萁，检方突然提出要法官裁定对我实施1限制出境，2提高保释金，3带电子脚镣不准出境，证明赖清德的人马在钻法律漏洞，就是要整我。没有说带电子脚镣的目的就是要利用电子脚镣几次讯号不良就可以把我抓起来羁押禁见，这是法律阳谋。我是一个生死看淡、只为真理奋战的人。林库塔也买好了，为实践哈佛校训，坚持真理。他讲实话，所以政府一定会先找这几个人开刀。三中案是多久以前的案？那莫名其妙今天要电子脚镣，目的到底是什么？利用电子脚镣几次讯号的问题，然后把你抓去关起来，确实是哦。以这个为理由，比如说你坐车经过哪里，那个靠近港口边，他就要处理你。蔡博士如果说他到一些地方发现没有手机讯号的话，最好还是要先把它说清楚。你看到的是民选出来的40%的少数总统，面对多数国会的时候，不到1年的时间，11个月不到的时间，操骗了2大在野党的各大党部，只差国民党8的党部没去抄，抓了一个党主席。赖清德的疯狂不是单纯的，他这个疯狂的背后，他们是有强烈的恨意跟杀意。在搞种族清洗的时候有什么？你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合不合法，纳粹干的事情也都是合法的。这个国会重案解散最大在野党，长刀之夜物理碾压，通过权力法案没有修宪哦，但是希特勒成为实质元首，完全独裁者。为什么历史上说纳粹是第3帝国？战前国会纵火案一样，他会用各种事情栽赃啊，对，他会以这个来当做导火线。连3首长恐吓英党流出，傅昆萁角色意外曝光，遭检举列为被告。花莲县长任内将矿石税调高7倍，后来他胜诉了。现在说有3个高官放话恐吓业者，而傅昆萁疑似是幕后藏镜人，遭检方被告调查。这是在傅昆萁担任花莲县长任内的事情。蔡正元委员他只是做证人而已，就没想到检方立刻说要限制出海出境，还要再加电子脚镣。本来电子脚镣的这个出现是为了要避免性侵犯。再怎么笨，蔡正元不是第一天出道做政治人物，他已经70几岁了。我相信亮哥应该也是心里有某一些，当然我觉得相信亮哥是不会怕的，因为他毕竟在民进党待那么久。民进党前阵子他组合连全是绿媒、司法检调、党检媒、网红侧翼全部一起来，爆出了很多以前舔共型的网红，现在都变成好像很反共，然后各种乱讲八炯文子瑜这种，还反过来酸马英九70几岁老人，他念出个2个字，我就想到如果亮哥也被带走，他手上有这么多民进党的秘辛，他们都敢弄他的话，那下一个是谁？都不管了嘛。但是民进党呢，管你什么生死看不看淡，霸无私咬的团体，他们在生煎包前面被各种骚扰，一下子卫生局的来，他虽然台北市政府，他接了他还是得进行他的工作啊，他这样搞你，你就倒了。就像这些检调，他24小时他唯一的工作就是去抓人、去讯问人、去干嘛？你正常你要上班、你要生活、你要干嘛？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所以其实刚才讲到蔡正元的事情，其实大家真的要严肃一点。我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如果你今天不站出来，明天你就站不出来了。所以在他还没有完全走到独裁的那一步，他的目标就是走向独裁。而现在我的看法已经是专制，从专制走到独裁没有几里路了。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时候就让他回到民主跟自由的体制，大家才能过好日子。没错，当你站不出来的时候，你也证明不了他不独裁了。